得知我家即将拆迁，租客竟偷偷把户口迁到我家。300万拆迁款，要么分我一半，要么把房子卖给我。这使我笑了。那就如你所愿，100万现在就过户。但他们还不知道，附近要修火葬场了，唯独我家不拆。得知老家拆迁计划，林州打电话给租客王婶，电话拨通，对面传来王婶不耐烦的声音：“喂，谁呀？催租的？王婶，是我不是催租，是想跟您说个事，我这房子可能要麻烦你们尽快搬一下家了。”林州话还没说完，电话那头就炸了。什么搬家？你这臭小子安的什么心？我告诉你，我们都知道了，这边要拆迁，家家户户都能分几百万，我们都在这住了7、8年了，你休想一个人独吞。紧接着，电话被另一个人抢了过去，是他男人老李。小伙子，做人不能太黑心，我们打听过了，按人头补，按面积也补，我们一家3口的户口早800年就迁过来了，这房子我们住着，于情于理，这拆迁款都有我们一份。林州差点被气笑了，户口？他们当林州傻吗？非亲非故，他们的户口怎么可能迁到林州的房子里？我不管，我们在这住了这么多年，就算没功劳也有苦劳，这钱你休想独吞，要么拆迁款分我们一半，要么就把房子卖给我们，想赶我们走，门都没有。王婶，您先别激动，当初签合同的时候说的清清楚楚，这房子是租给你们住的，产权还是我的，拆迁款的事跟你们真没关系。放屁！什么叫没关系？我们住了7、8年，7、8年啊，这房子早就该是我们的了。小伙子，你别给脸不要脸，当初要不是我们好心租你这破房子，你能收到租金，现在房子要拆了，你就想把我们一脚踢开。王叔，当初是你们主动找上门要租房的，而且租金我都是按最低价收你们的，现在房子要拆了，按规定本来就该提前通知你们搬家，我这是在履行房东的义务。义务个屁！你少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这房子我们注定了，要拆也行，必须分我们一半钱，不然谁也别想动。林州捏着手机，手指节都泛白，这两口子简直是蹬鼻子上脸。王婶，咱们还是讲点道理吧，这房子的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产权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拆迁补偿也是按照产权来的，你们凭什么要分一半？凭什么？就凭我们住了这么多年，就凭我们把户口迁过来了，你以为拆迁办的人是傻子？到时候一查户籍，我们一家3口都在这，你猜补偿款会给谁？你们胡说八道，户口怎么可能迁到我的房子里？你们以为我不懂吗？哎呀，你还真不懂啊，小伙子，你在外地工作，常年不回来，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吧？我告诉你，我们早就托人办好了，现在这房子的户籍本上可是清清楚楚写着我们一家3口的名字呢。你们违法了，私自迁户口，我可以告你们。告啊，你去告啊，我们等着呢。不过我劝你最好想清楚，打官司得多久，律师费得多少钱，你一个小伙子折腾得起吗？就是告来告去，拆迁款早就发下来了，到时候你能分到多少还不一定呢。林州被他们气得说不出话来，这两口子简直无赖到了极点。行，你们厉害，那你们想怎么样？王婶那边沉默了几秒，大概是在跟老李商量，然后他清了清嗓子，语气里透着一股子得意。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你，要么拆迁款分我们一半，大家好聚好散，要么你把房子卖给我们，你考虑考虑吧。说完便挂断了电话，林州气得脸都红了。这时他想到了一个人，李瑶，王婶的女儿，也是林州的发小。当初这房子能租给他们，完全是看在李瑶的面子上。他当时跟林州诉苦，说他没地方住，林州心软，就把老家那套空置的房子以低价租给了他们。现在想来真是讽刺。深吸一口气，林州拨通了李瑶的电话。喂，怎么了？李瑶，我想跟你说个事，你爸妈最近有点过分了。我知道，他们跟我提过拆迁的事。你知道？他们说要分一半拆迁款，我也劝过他们，但是你也了解我爸妈的性格，劝不动的。李瑶，这房子是我的，当初签合同的时候写的清清楚楚，拆迁款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他们说把户口迁过来了，这事你知道吗？李瑶又沉默了，这次沉默得更久。李瑶，你说话啊！李瑶终于开口，声音里透着心虚。我知道那个户口是我帮忙办的。你说什么？我也是没办法，我爸妈逼着我办的。他们说这是为了我好，以后分到的钱也有我一份。为了你好，李瑶，你脑子没毛病吧？那是我的房子，是我看在你的面子上便宜租给你爸妈的，现在你反过来帮他们来坑我。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生气，咱们好好商量。商量什么？商量怎么分我的拆迁款？不是的，我只是想说，你也别太小气了。毕竟我爸妈在那儿住了这么多年，房子也是他们一直在维护。你在外地工作，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要不是他们帮你看着，房子早就破败了。林州听着他的话，整个人都麻了，不敢相信自己的发小竟然说出这种话。所以你的意思是我还得感谢他们？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大家都是一家人，有钱一起赚不好吗？几百万呢，分他们一半，你还能剩200-300万，也够了吧？林州闭上了眼睛，这一刻林州终于看清了，什么发小，什么情分，在钱面前全都是笑话。李瑶，我最后问你一句，你是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你爸妈那边？他们是我爸妈。够了！林州直接挂断了电话，把手机砸在桌上。王婶夫妇是无赖，这林州早就知道，但没想到李瑶也能做出这种事，亏林州当初还把他当最好的朋友。手机又响了起来，是李瑶打回来的。林州看都没看，直接挂断。他又打，林州继续挂。林州连着挂了3、4个之后，他终于不打了，改发微信。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别生气好不好？咱们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我爸妈就是那个脾气，你也知道的，我真的管不了他们，要不你就当帮我，就当是借给我的，以后我慢慢还你。林州看着那一条条消息，只觉得可笑。帮他？凭什么？林州深吸了一口气，打开对话框，手指飞快地敲击屏幕。李瑶，咱们的情分到今天为止，我会处理这件事。至于你爸妈，还有你，别想从我这儿拿走一分钱。手机扔到一边，林州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脑子里闪过这几年的画面。李瑶跟林州认识10几年了，从高中开始就是同桌。他成绩不好，林州经常帮他补课。后来他没考上大学，在老家开了个小店，经常会找林州借钱周转。林州从来没拒绝过。他爸妈要租房子，林州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租金还比市场价低了一大截。现在想来，林州真是傻到家了。小子，我跟瑶瑶说了，你别怪他，这事是我们大人做的决定，跟他没关系。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分钱，那就把房子卖给我们，我们出50万，怎么样？林州看着那条短信，差点被气笑了。50万，这房子虽然是老房子，但地段好，要不是之后附近要修火葬场，市场价怎么也得100万往上。他们张口就50万，还真把林州当傻子了。林州没回，又过了几分钟，老李也发来了消息：小伙子，做人留一相，日后好相见。你要是不识抬举，到时候撕破脸，对谁都不好。我们可是在你的房子里住了7、8年，要是闹到拆迁办去，你猜他们会怎么判？林州盯着那条短信，手指握紧了手机。这两口子是真把林州往死里逼。算了，既然他们想玩，那就陪他们玩到底。林州重新拨通了王婶的电话，这次他接得很快，语气里还带着刚才撕破脸的怒气。怎么想通了？林州深吸了一口气，让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和妥协。王婶，我想了想，咱们也别闹得太难看。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大概是王婶在跟老李使眼色。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同意把房子卖给你们，但是价格得谈谈。王婶那边传来压抑的笑声，估计是夫妻俩在偷着乐。哎呀，这就对了吗？小子，你放心，价格好商量，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们也不会亏待你的。一家人？刚才还撕破脸要分林州一半拆迁款，现在又成一家人了。林州忍住翻白眼的冲动，继续装出妥协的样子。那行，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见面详细谈谈。现在就行。你在哪儿？我们现在就过去。不用，还是在老家见吧，房子在那儿，咱们也好当面把事情说清楚。行，那就明天下午，你到了给我打电话。林州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闭了闭眼睛，手机又响了起来，是李瑶发来的微信。林州看着那几条消息，直接把这个号也拉黑了。来了。王婶笑得满脸褶子，跟昨天电话里那副泼妇样子完全不一样。快，屋里坐。老李在一旁附和着，还主动帮林州拿包。林州没接他的好意，自己拿着包往屋里走。一进门，桌上已经摆了一堆水果零食，看起来还挺丰盛。快坐，渴了吧？喝点水。咱们直接说正事吧，房子我可以卖给你们，但是价格得按我说的来。那是自然，小子，你说个数，咱们好商量。林州抬起头，扫了一眼他们3个。王婶满脸期待，老李笑得跟朵菊花似的。李瑶低着头，不敢看林州。100万。话音刚落，屋里的气氛瞬间凝固了。王婶脸上的笑容僵住，老李也愣了几秒。多少？100万。这个价格不算高，你们应该清楚，这边要拆迁了，补偿款至少200-300万。你们现在花100万买下来，转手就能赚100-200万，很划算。小子，你这是不是有点狮子大开口了？咱们之前不是说好50万吗？我什么时候说过50万？那是你们自己报的价。100万，你怎么不去抢？抢可没这么快。你们要是觉得贵，那就算了，反正拆迁款跟你们也没关系，我到时候直接拿钱走人。你……老李拉了拉王婶，小声嘀咕了几句。林州假装没看见，拿起手机刷起了新闻。过了几分钟，老李清了清嗓子：“小子，100万确实太多了。你看，我们这些年帮你看房子，水电费也是我们出的，还帮你维护房子，要不80万？80万？那算了，我不卖了。”哎，别急呀，有话好好说。林州站起身，拿起包准备走。老李急了，一把拦住林州：“等等，你这小子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不是我翻脸，是你们不想买。既然谈不拢，那就算了。反正这房子是我的，拆迁款我一个人拿，也挺好。你敢？我们的户口都在这儿，你想独吞？做梦！那你们就去告啊，看看拆迁办认不认你们的户口。对了，忘了告诉你们，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像你们这种私自迁户口的，到时候一查一个准，不仅拿不到钱，还得吃官司。你胡说！等等，林州停下脚步，回头看他。老李脸色很难看，但还是咬着牙开口：“100万是吧？行，我们买。”你疯了？咱们哪来100万？闭嘴，小子，你给我们点时间，我们马上去筹钱。你们能筹到这么多钱？能，你给我们3天时间，3天之后，我们一定把钱凑齐。行，那我就再等你们3天。但是丑话说在前头，3天之后你们要是拿不出钱，我就把房子卖给别人。卖给谁？本地有个混黑道的，姓张，你们应该听说过。你说的是张猛？对，就是他。前几天他找过我，说想买这套房子，我当时没答应，想着先问问你们的意愿，要是你们不买，我就卖给他了。你别老赖呀！你要是把房子卖给他，我们怎么办？那关我什么事？反正房子是我的，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行，
3天之后，我们一定把钱凑齐。林州点点头，转身离开。走到门口的时候，林州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对了，提醒你们一句，别想着耍花样。要是3天后你们拿不出钱，或者敢玩什么幺蛾子，张某那边我随时都能联系上。到时候这房子归了他，你们一家自求多福吧。说完，林州头也不回的走了。身后传来王婶的咒骂声。林州坐进车里，嘴角勾起一个弧度，钩已经下好了，就等着鱼上钩。3天时间，一分一秒都像是对他们的煎熬。林州没主动联系他们，只是安静的等着。果然，第3天上午，老李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声音里是压抑不住的激动和一丝沙哑的疲惫。小子，钱我们凑齐了，100万，1分都不少。你现在在哪？咱们赶紧去办手续。这么快？快什么快？为了你这100万，我跟你王婶连棺材本都拿出来了，瑶瑶工作这些年的积蓄也全掏空了，还在网上贷了几十万，我们家底都给你了，你可不能再耍花样了。林州听着电话那头他粗重的喘息声，几乎能想象到他布满血丝的眼睛。行，那就在市里的房产交易中心见吧，带齐证件，钱货两清。林州挂了电话，开车前往约定的地点。等林州到的时候，他们一家3口已经等在门口了。几天不见，王婶和老李像是老了10岁，眼窝深陷，面色憔悴。李瑶跟在他们身后，低着头，完全不敢与林州的视线接触。王婶一见林州，立刻堆起满脸的假笑迎了上来。哎呀，小子你可算来了，我们都等半天了。东西都带齐了吧？咱们赶紧的，办完了这事，大家心里都踏实。林州没理会他们的殷勤，径直走向大厅。整个过程，林州一言不发，只是按流程拿出文件，签字，按手印。他们俩则像2只苍蝇，围着工作人员和文件嗡嗡作响。工作人员想起前几天看过的拆迁图纸，心里纳闷，买到火葬场附近的房子有这么开心吗？你们确定是这栋房子吗？拆迁图纸上。同志，你快点办啊，我们这可是大生意。对，这房子马上就是我们的了。李瑶站在几米外，几次想张口，又在王婶凶狠的瞪视下把话咽了回去。当银行转账的提示短信发到林州手机上时，那100万的数字清晰地显示在屏幕上。林州把手机收起，将签好字的合同推到他们面前。好了，手续办完了，这房子现在是你们的了。话音落下的瞬间，王婶和老李非常亢奋。王婶一把抢过合同，像是捧着什么绝世珍宝，翻来覆去的看。发了，老李，我们发了几百万啊！老李也挺直了腰杆，看林州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带着几分施舍和炫耀。小子啊，你也别觉得亏，这房子呢，就算是我们照顾你，帮你买了，要不是我们，你这房子也卖不了这个价钱。以后呢，大家还是亲戚，有我们一口肉吃，就少不了你一口汤喝。林州看着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心里只是在想，他们知道真相后还能笑得出来吗？那我就先谢谢王叔了。谢什么谢？应该的。他说着，掏出手机就开始拨号，那嗓门大的整个交易大厅都能听见。喂，儿子，你猜妈给你打电话干嘛？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你之前看上的那辆宝马，等着，妈过2天就全款给你提了。咱们家现在有钱了，几百万，哈哈哈！周围办理业务的人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有好奇，有鄙夷，也有羡慕。老李则背着手，像个领导视察一样，还往地上吐了口唾沫。一个保洁阿姨皱着眉看他，他眼一红，看什么看？没见过大老板啊！告诉你，这地以后我都买得起。林州没再看他们拙劣的表演，转身准备离开。李瑶却在这时快步追了上来，拉住了林州的胳膊。你真的就这么把房子卖了？不然呢？对不起，我爸妈他们。这是你最后一次跟我说话的机会，想说什么一次性说完。李瑶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只是觉得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林州甩开他的手，目光落在他那张苍白而愧疚的脸上。从你帮你爸妈办那个户口开始，我们就不是朋友了。说完，林州不再看他，径直走出了交易大厅。身后，王婶和老李的喧哗声还在继续，他们已经开始商量着要去哪家最高档的餐厅庆祝。林州坐进车里，没有立刻发动，没过多久就看到他们一家3口也走了出来。王婶趾高气扬地走在最前面，老李跟在旁边，还在跟街坊打电话吹嘘。李瑶则像个游魂一样跟在最后。林州拿起手机，点开了本地的一个新闻案，一条昨天发布的新闻标题赫然挂在头条位置：为提升城市文明形象，响应绿色殡葬改革，我市规划在城南区原老棉纺厂家属院附近新建全市最大的园林式殡仪服务中心。老棉纺厂家属院就是他们刚花了100万买下的那套房子的所在地，而规划图上有一个小小的白点，被清晰地标注着保留建筑，不予拆迁。那个白点就是林州的房子。1个星期后，老棉纺厂家属院彻底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邻居们拿着补偿协议，喜气洋洋地搬家。整个区域只有一栋小楼还立着，那就是王婶他们花了100万买下的房子。起初他们还沉浸在即将暴富的美梦里，王婶每天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嘴里不停念叨着慢点拆，慢点拆，别碰着我们家风水。老李则四处跟还没搬走的街坊吹牛，说他们家马上就能分到3套房外加几百万现金，说的唾沫横飞。可一天天过去，所有的楼都拆得差不多了，却始终没有任何一个穿着制服的人上他们家门。推土机总是默契绕开他们家。王婶的笑容渐渐消失了，老李的牛也吹不下去了。老李，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光拆别人家不拆我们家？
师傅，我们家什么时候拆啊？怎么把我们给忘了？我哪儿知道？拆迁办的图纸上没你家，我们就不动。你问我，我问谁去？两个人彻底傻了眼。他们冲到路口临时搭建的拆迁办公室，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嚷嚷：“你们怎么办事的？拆迁把我们家给漏了，知不知道我们损失多大？赶紧的，把我们家补上，合同拿来，我们现在就签。”办公室里一个中年男人被他们吵得头疼，皱着眉从一堆文件里抬起头。嚷嚷什么？哪家哪户的？老棉广场家属院17号楼，就是那栋还立着的。工作人员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巨大的规划图，在桌上铺开，用手指在上面点了点。诺，你们自己看，这整个红圈里的都是拆迁范围。王婶和老黎把脑袋凑过去，一眼就看到了那片巨大的红色区域，而在红圈的最边缘有一个被特意空出来的白色小点，旁边用小字清晰地标注着保留建筑。那个白点正是他们家。保留建筑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拆？不是说这里要搞大项目吗？是啊，搞项目，全市最大的园林式殡仪服务中心，没看新闻吗？你们这栋楼正好在规划的绿化带边上，不影响整体施工，就给保留下来了。你们运气好啊，以后推开窗户就是公园绿地，环境多好。殡仪馆。王婶的声音都在发颤，脸上的血色唰的一下全褪光了。老李也像是被雷劈了一样，呆立在原地。工作人员没理会他们的反应。行了，没你们的事了，别在这儿影响我们工作。不可能，你们骗人！这房子我们花了100万买的，100万啊，就是为了等拆迁，怎么可能不拆了？是那个臭小子，是他算计我们，他早就知道了，他把我们坑了。工作人员被这阵仗吓了一跳，连忙喊来2个保安。干什么？干什么？想闹事啊？买卖是你们自己谈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再不走，我报警了。2个保安一左一右，架着王婶就往外拖。老李指着办公室里的人破口大骂，也被一起推了出去。一家人被扔在马路边，看着远处轰鸣的机器和近处自己那栋孤零零的房子，再想到那100万的巨款和背上的几10万网贷，王婶两眼一翻，直接气晕了过去。林州正在核对一份项目季度报表，办公室里很安静。突然，办公室的门被砰的一声猛地撞开，王婶双眼通红地冲了进来，身后跟着同样一脸狰狞的老李和缩在最后面的李瑶。王婶一眼就锁定了林州的位置，几步冲到林州的工位前，一巴掌拍在林州的桌子上。你这个黑心烂肝的臭小子，你还我钱！你把我们一家都给毁了！林州的部门主管陈总闻声从他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皱着眉看着这混乱的一幕。林州放下手里的笔，抬眼看着他，语气平静：“王婶，这里是公司，不是你家菜市场，有什么事我们下班再说。”下班说，我怕你跑了，你今天不把100万吐出来，我们就在这儿不走了，让你们公司所有人都看看你是个什么货色，蛇蝎心肠的骗子。几个胆子大的同事已经围了过来，对着他们指指点点，小声议论着：“这是谁呀？怎么跑到公司来闹了？听着是骗钱了，100万，真的假的？看小林平时挺斯文的，不像啊。”妈，别在这闹了，我们回家说好不好？你这样让他以后怎么做人啊？做人？他配做人吗？他把我们住的房子卖给我们，旁边要修火葬场，100万打了水漂，我们还欠了一屁股债，他这是要逼走吗？火葬场3个字一出，周围的议论声更大。林州靠在椅背上，看着他们一家3口上演的这出闹剧。合同白纸黑字写着，你们自愿购买，钱货两清。现在房子是你们的了，跟我就没关系了。至于旁边修什么，那是市政规划，我可管不着。你少装蒜，你会不知道，这事你早就盘算好了，故意给我们下套。今天你要是不给个说法，我们就把你这公司给你砸了。他说着，做事就要掀林州的电脑。陈总脸色一沉，快步走了过来，挡在林州身前。你们是什么人，在公司里大吵大闹，还想动手？保安，你别管，这是我们的家事，他骗了我们的钱。家事，我跟你们可不是一家人。李叔、王婶，我再跟你们说最后一遍，交易已经完成，合法合规。你们现在是在我的工作场所进行骚扰和诽谤，再不走，我就只能报警处理了。王婶一听报警，非但没怕，反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开始拍着大腿嚎哭起来。哎呦，没天理了啊！骗了人钱还想报警抓人呢？大家快来看啊！这黑心的小子是怎么逼死我们一家老小的呀？我们不活了，今天就死在你们这儿！他这么一闹，整个楼层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了。林州看着他拙劣的表演，心里没有半点波澜。林州转向一直躲在后面哭的李瑶：“李瑶，你爸妈在网上贷了多少钱？30多万。我有个朋友是做金融风控数据模型的，你说要是我把他介绍给那几个网贷平台，告诉他们有一家客户不仅资产一夜之间大幅贬值，还喜欢去别人公司寻衅滋事，信誉评级极差，你猜你们那30多万的贷款利息会不会立刻翻几倍？催收的电话会不会马上就打过来？”李瑶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老李也听懂了，满脸恐惧。他知道跟房子没了比起来，被催债公司盯上才是真正的地狱。你们敢闹到我单位来？你看我敢不敢？王婶的哭嚎声戛然而止，她从地上爬起来，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州，仿佛第一天认识林州。林州没再理会他们，转身对陈总道歉：“陈总，抱歉，给公司添麻烦了，我会处理好。”说完，林州拿起办公桌上的座机电话，按下了保安室的内线号码。电话接通，安保部的内线传来沉稳的声音：“林主管，有什么吩咐？”安保部吗？我的办公室里闯进了几个社会闲散人员，寻衅滋事，影响公司正常运营，麻烦你们上来处理一下。你真敢！不到2分钟，2名穿着制服、身材高大的保安快步走了进来，气势慑人。陈总，林主管。
把他们请出去。如果反抗，直接报警。是。放开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两位请吧。王婶彻底崩溃了，手脚并用的扑腾着，嘴里发出尖利的咒骂。林州，你这个混蛋，你不得好死！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老李的骂声和王婶的哭嚎声在走廊里回荡，最后被电梯门彻底隔绝。林州重新坐回椅子上，拿起了那份季度报表，好像刚才那场闹剧从未发生过。这场风波过去3天，公司里关于林州的流言蜚语却愈演愈烈，直到一个同事拿着手机，小心翼翼地凑到他面前。林主管，这个是不是你啊？手机屏幕上是一个知名短视频平台的界面，一条视频被顶上了本地热搜，标题触目惊心，100万房款被骗，昔日发小反目成仇，可怜老夫妇7身火葬场堂。视频里王婶声泪俱下的控诉着林州如何设下圈套骗走了他们一家的棺材本。视频还配上了剪辑过的购房合同照片和那张保留建筑的规划图，极具煽动性。评论区已经彻底沦陷。这男的也太恶毒了吧，连自己发小的父母都坑，必须人肉，这种人就不配在社会上立足。艾特叉叉公司，你们公司就用这种人当主管。我查到了，叫林州，就在叉叉大厦上班。兄弟们，组团去给他送花圈。林州的手机开始疯狂震动，无数陌生号码的来电和短信涌入，污言秽语不堪入目。林州的个人信息，包括公司职位和照片，都被挂在了网上。然而，面对这场网络暴力，林州只是平静地看完了视频，然后对那个好心的同事说了一句：“谢谢，工作吧。”他没有去辩解，也没有去对骂，而是把所有证据整理成一个文件夹。做完这一切，他拨通了一个电话：“张律师，是我，林州。林先生，网上的事我看到了，正准备联系你。我把所有证据都整理好了，已经发到你的邮箱。这次我不只要告他们诽谤，还要追究他们伪造文件的刑事责任。”收到了，证据链非常完整。林先生，你放心，民事上我们可以要求他们公开道歉并赔偿名誉损失，刑事上私自伪造文件迁移户口已经触犯了刑法，这是公诉案件，警方会介入，他们这次麻烦大了。那就好，警方的行动比想象中更快。2天后的傍晚，当王婶还在那栋小楼前开着直播向屏幕前哭诉自己日子快过不下去的时候，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几辆警车直接开到了工地边缘，停在了小楼前。车门打开，几名警察走了下来，为首的一人手里拿着拘捕令。正在直播的王婶愣住，直播间的弹幕也瞬间停滞。李建国、王翠花、李瑶，你们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以及网络寻衅滋生诽谤他人，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刑事拘留，跟我们走一趟。王婶手里的手机啪的一声掉在地上，老李从屋里冲出来，看到这阵仗，腿一软，差点跪下。李瑶更是面如死灰，浑身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警察同志，搞错了，我们是受害者，是那个叫林州的骗了我们。有什么话回局里再说。冰冷的手铐咔嗒一声铐在了老李和王婶的手腕上。李瑶作为从犯，也被2名女警带上了警车。这场抓捕被周围还没搬走的街坊和工地的工人们看了个一清二楚，消息像是长了翅膀，瞬间传遍了整个区域。法院的审理过程很快，在张律师提供的铁证面前，王婶一家的所有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最终的判决下来，老李和王婶作为主犯，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他们不仅要公开在网络平台和报纸上向林州道歉，还要赔偿林州精神损失费10万元。李瑶因为有从犯和自首情节，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但这个刑事案底将跟他一辈子，任何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工作都与他绝缘了。而那100万里剩下的钱，以及他们背负的几10万网贷，则像2座大山，彻底压垮了这个家。判决结果出来的那天下午，林州正在办公室里写一份新的项目策划案，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张律师发来的消息：林先生，判决已下达，李建国、王翠花有期徒刑3年，李瑶1年，缓刑2年，赔偿款和公开道歉事宜，法院会强制执行。林州拿起手机看了一眼，然后将手机放在了桌面上。他拿起桌上的座机，拨通了内线：小王，通知项目组全体成员，10分钟后会议室开会。